你弟弟开网店是大事，你不帮他，谁帮他？凭什么？你们从小就偏心，现在甚至要用我的积蓄去扶持你们口中的这个家的未来。你，王小晴，你现在工资不低了吧？每个月拿出一半给你弟弟创业用。爸，我已经给家里打4000了，还要拿一半。你弟弟开网店是大事，你不帮他，谁帮他？姐，卖化妆品一本万利，你就当投资我了呗。投资？这分明是个无底洞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下个月发工资，立刻把钱转过来。看着账户余额，我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。等把你姐的钱拿到手，咱就有好日子过了。是啊，爸，等我拿这笔钱赚个大的，我就给你换个大房子，再换辆豪车。门外的客厅里，还能听到幻想跑车的笑声。小晴，你付出太多了，该为自己想想了。是啊，我凭什么要被他们吸血一辈子？周哥，帮我把理财账户里的钱全部转出来，走加急流程。小晴，你攒了这么多年的钱全要动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没出事，我只是打算换种活法。在这个家里，只有我妈给过我一丝温暖。第二天，我提着2袋橙子，装作若无其事的回了家。一进门就看到邻居老招也在。老王啊，你这女儿出息。我知道这是鸿门宴。小晴啊，伯伯创业这事儿不能拖，商机不等人。我和你妈商量过了，你每个月工资18000，拿一半出来，9000块，支持你弟弟。是啊，小晴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伯伯发达了，你这个做姐姐的脸上也有光嘛。爸，我每个月给家里4000，还要交房租、水电、生活费9000块，我拿不出。拿不出？房租算什么？你搬回家住，家里有你一口饭吃。你个女孩子，迟早要嫁人，省点钱给你弟弟创业才是正经事儿。姐，你放心，我朋友说了，只要18万的本钱，3个月就能回本。等我赚了钱，我给你买个名牌包。老王，你少说2句。你闭嘴！妇道人家懂什么？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，这钱你出也得出，不出也得出。我养你这么大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。好，既然爸和伯伯都决定了，我当然支持。我故意停顿了几秒，静静地欣赏着他们脸上精彩的表情。68万，小晴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疯了啊！姐，这全转给我了。小晴，你是不是按错铃了？这可是一大笔钱啊！爸，你不是要我支持伯伯吗？这68万够他创业了吗？到了，真到了。小晴，你把钱全给了你弟，你以后怎么办？爸，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女儿迟早是要嫁人的，是个外人。既然我是个外人，那我就不在这里碍眼了。我搬走。你敢走？家里有你吃有你住，你搬出去干什么？翅膀硬了是不是？爸，68万已经买断了我对这个家的义务，以后王博是死是活，是发财还是讨饭，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的工资我也不会再往家里打1分钱。你晴晴，你别走啊！你走了妈怎么办啊？
妈，我只对不起您一个人，但我真的累了，我会经常回来看您，但我不能再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，您保重。姐，你放心走吧，等我发财了，我养你们。好，王博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别让我这68万打了水漂。那一刻，楼道里的冷风吹在脸上，我却觉得无比畅快，压在心头31年的枷锁，终于被我亲手砸碎了。晴晴，你爸这2天连工地都没去，整个人像丢了魂儿一样。你走的那天，完了，全完了，68万啊！我一个月均死累活8000块，这68万等于我不吃不喝干7年。爸，你咋了？这可是钱啊！我明天就去找小马哥，把货一进，网店一开，哗哗进账。你给我闭嘴！是他自己愿意给的，关我什么事儿？这是你姐的血汗钱，她这是不要我们了，拿钱砸断骨头呢，你懂不懂？老王啊，你糊涂啊！现在外面多少杀猪牌，小晴一个女孩子哪来这么多现金？她别是为了躲你，去借了高利贷吧？这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小晴，最近状态不错呀，我已经给公司反馈了你升职加薪的事情了。小晴，你这状态绝了，简直像换了个人。人只要把背上的水蛭拔掉，跑得当然快。博哥，这家化妆品供应商我熟得很，你把钱投进去，货源推广我全包，你就在家躺着数钱。兄弟，以后我吃肉，你跟着喝汤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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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。货呢？合同呢？钱没了，小马是个骗子，跑路了。你怎么这么蠢呢？68万呐！你把你姐的命给丢了呀！作孽呀！可是你姐的卖命钱啊！干得漂亮，小周，钱先冻着，别急着报警。姐，我对不起你。听妈说，钱没了。小晴，是爸糊涂，这笔钱，爸就算去卖血，也一定还给你。还钱？好啊，那就签了这份协议。68万不是小数目，口头承诺没用。第一，从今天起，王博欠我68万，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，期限5年。第二，我不再承担这个家除了基础赡养费之外的任何开支，你们的事儿，我一概不管。晴晴，咱们是一家人啊！妈，如果我还拿自己当一家人，我迟早会被吸干。签字吧，不签，我现在就去报警，把王博当诈共犯送进去。行了，戏演完了，钱没丢，小马的账户是个黑户，我提前让银行做了风控拦截，68万，现在好好的躺在安全账户里。你是在给我们下套？对，不狠狠给一巴掌，你们怎么会醒？
这钱是我攒的底气，不是你们挥霍的筹码，以后好自为之。升任经理后，我把全部精力砸在工作上，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的感觉太爽了。晴晴啊，你按时吃饭没？胃还疼不疼？你弟想包七区多赚钱，得买个二手3轮车，差5000块，他急得满屋转，但自己咬实说，绝不跟你张这个口。我妈习惯性的想求助，但我冷冷的没接话。5000块，对我来说就是个包的钱。王博找老员工借了高息贷款，凑够了买车的钱。爸，小晴啊，你下来了。你妈今天炸了小黄鱼，非让我送来，我怕这身衣服进去给你丢人，就在这儿等。给我吧。哎，趁热吃。您现在干什么活？这不是你平时的活吧？没啥，瞎忙活，多赚点是一点。外面风大，爸不打扰你了。晴晴，你爸出事了！你爸高空作业，吊篮撞墙上，腰磕断了。他不肯住院，非让人拉回家躺着。医生说他是严重的腰椎横腿骨折，必须马上住院。可他一听要交5000块押金，硬是逃回了家。为了省5000块，下半辈子瘫痪在床，值得吗？我没事，这5000是伯伯买车欠的利息钱，不能动。我也不能再拖累你。医药费我出，这是我的底线。但如果要把钱拿去给王博填窟窿，我1分不出。姐，姐，我闯大祸了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下午雨下的最大的时候，我开着贷款买的3轮车在一个十字路口送货，本来骑得好好的，突然一辆逆行的黑色轿车冲了出来，
为了躲那辆车，我猛打方向盘，三轮车直接侧翻进了绿化带。车厢里的一件高价值保价包裹，在翻车的时候被狠狠甩了出去。里面装的是什么？是一台价值3万多的高端定制笔记本电脑，屏幕全碎了，主板也变形了。客户拒收，直接投诉到了总公司。王博，这个月的工资全扣了，明天交上3万块钱的赔偿。要是交不上，你就等着被警察带走吧。这简直就是敲骨吸髓。物流站长摆明了是在欺负一个不懂法的底层外包工，让他白白为公司干了大半年的活儿。3万块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你爸现在腰断了，躺在床上，你又背着高利息的3轮车贷款，咱们家去哪里弄这3万块钱啊？这是一种本能的求救，就像溺水的人死死抓住最后一根稻草。在他们潜意识里，那个年薪大几十万的王小行掏出3万块钱不过是动动手指的事。姐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很没用，我什么都做不好，我不找你要钱了，我自己闯的祸，我自己去坐牢。这不是他以前惯用的苦肉计，这是一个习惯了被保护的巨婴，在真正面对社会残酷毒打时所表现出的彻底崩溃。如果我今天转了这3万块账，王博这辈子就真的站不起来了，他会永远靠我的施舍苟活。哭够了吗？哭够了就给我站起来。坐牢？你以为现在的警察局是你家开的？你想进就进。损毁财物属于民事纠纷，除非你涉嫌故意或者盗窃，否则这就是合同违约责任。连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懂，难怪会被那个野鸡站长当软柿子捏。现在擦干眼泪，回答我的问题。第一，那个出事的十字路口有没有监控探头？有，好像有，是个大路口。第二，那辆逆行的轿车，你记住车牌号了吗？或者车的外观特征？雨太大了，我光顾着躲了，没看清车牌，只记得是一辆黑色的本田。第三，你入职这家物流公司的时候有没有签正式的劳动合同？包裹保价的条款里对第三方责任导致的损毁是怎么规定的？面对我这3个刀刀见血的问题，王博彻底傻眼了，而他接下来的回答让我更加确定，这就是一个物流站长吃人不吐骨头的骗局。我不知道，站长当时就让我签了几份文件，我没细看就签字了。你是我们招的外包临时工，出了任何损失都得自己扛。荒唐！我在审计行业干了这么多年，看过太多黑心企业利用信息差欺压底层劳动者的把戏。如果真的是为了躲避逆行车辆导致车祸，在法律上这叫紧急避险，责任首先在于那个逆行的肇事司机。其次，哪怕要赔偿，作为雇主的物流公司也有连带责任和保险理赔途径，绝对轮不到你一个送货员全额承担，更轮不到拿报警来吓唬你。那个站长显然是在欺负你不懂法，想把责任全部转嫁到你头上，甚至有可能想借机私吞保险公司的理赔款。我要给他的不是钱，而是用规则和大脑去对抗社会不公的武器。
我转身看了一眼时间，救护车快到了。去洗把脸，换件干净的衣服。妈，您跟我一起去医院安顿爸。今晚我请了护工，您在医院陪护，医药费和押金我已经用手机交过了。那伯伯这3万块钱的事儿怎么办？明天早上8点，穿戴整齐在楼下等我，带上你的身份证和入职时所有的文件。姐，我们去哪儿？我带你去交警队调监控，然后我们去会会你们那位站长。记住，在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和责任认定书之前，我们1分钱都不会赔。那一晚，我在医院跑上跑下，安顿好我爸的手术事宜。躺在公寓的床上时，已经是凌晨1点，但我毫无睡意。我知道，明天的这场硬仗，我不仅要赢，还要赢得漂亮，让王博亲眼看看尊严是怎么拿回来的。姐，上车，去交警队。路上，我没让他闲着，逼着他把昨天的行车路线，精确到分钟的时间点，以及那个路口的标志性建筑物，仔仔细细地回忆了3遍。你好，我是那个。你好，办理什么业务？就我刚才出了个那个车祸，我开着车。警官您好，我弟弟昨天下午4点15分左右，在长城路与建国北路交叉口，为了躲避一辆逆行的黑色轿车发生侧翻，导致运送的贵重物品损毁，对方肇事逃逸。我们需要调取该时段的监控录像，明确事故责任。4点15分，建国北路是吧？稍等。就是这个时间，麻烦你了。监控中清晰可见，王博骑着3轮车，老老实实贴着非机动车道行驶。就在他即将通过路口的一瞬间，一辆黑色的本田轿车为了图省事，不仅违规猛地扎进了非机动车道逆行，王博为了不被撞飞，连人带车重重地砸在绿化带旁。而那2辆肇事的黑色本田，仅只是踩了一脚刹车，稍微停顿了一下，紧接着一脚油门扬长而去。太好了，车牌号拍得很清楚。这简直就是铁证如山。喂，是肇事车主吗？喂，谁啊？你们想碰瓷是吧？没门！你如果不承认涉嫌肇事逃逸，不仅面临高额罚款和扣分，还要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。马上到交警队配合处理。你如果不承认涉嫌肇事逃逸，不仅面临高额罚款和扣分，还要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。马上到交警队配合处理。别，同志，我错了，我马上过来，我马上过来。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本田车主负全责，需承担王博的医疗费、修车费以及货物的全部损失。姐，这就解决了，不用我赔那3万块钱了。这张纸在法律上叫定损依据，遇到事情别总是先想着自己认倒霉或者花钱消灾，法律和规则不是摆设，那是你保护自己的武器。走吧，现在我们去解决你的第2个问题，去会会那个想吃人血馒头的站长。就是这儿了，姐。我们去会会那个想吃人血馒头的站长。王博，你小子还敢来？那3万块钱准备好了没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要是拿不出钱，我马上报警抓你。如果是昨天，王博肯定已经吓得腿软了，但在看了我一眼后，硬生生地咬住了牙，挺直了腰杆。报警就不必了，警察我们刚刚已经见过了。
报警就不必了。警察我们刚刚已经见过了。这是交警大队刚出的责任认定书，导致包裹损毁的直接原因是那辆逆行的本田轿车，对方全责。你们公司法务部可以直接拿着这份文件去找他的保险公司理赔，这笔损失1分钱也算不到我弟弟头上。我不管什么逆行不逆行，包裹是在他手上坏的，客户投诉的也是他，他违反了公司的配送规章制度，这3万块的罚款必须交，他这个月的工资也全部扣除。你个小毛孩子，我今天要不教训教训你，你都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。我拉过一张破旧的椅子，优雅地坐了下来，从包里拿出了一叠文件，这是我昨晚让王博带来的入职材料，审计师的降维打击现在才真正开始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来谈谈规章制度。这位站长，我仔细看过了你们的用工合同，你们以外包合作的名义逃避劳动法，没有给员工缴纳任何社保和工伤保险，这本身就是违法的。你懂个屁！我们这行的规矩就是这样。我确实不懂你们的潜规则，但我懂查账。这是一台价值3万的电脑，客户在寄件时明确购买了全额保价，也就是说，一旦货物发生意外损毁，物流公司的保险理赔程序会全额兜底赔付，保险公司赔一份。你这边又以罚款的名义诈骗我弟弟3万块钱，这份双头吃的回扣，你想怎么入账？要不要我打你们总部的合规部举报电话，或者带着这些材料去一趟劳动监察大队，查查你这个站点的账目？我的最后一句话彻底击穿了他的心理防线。他这种底层的小领导，平时欺负一下不懂法的老实人还行，一旦遇到真正懂行，会抓致命财务把柄的专业人士，立刻就原形毕露了。哎呦，这位大妹子，你看你说的这叫什么话？都是一场误会。既然是别人的全责，那这事儿公司去对接就行了。还有呢？工资照发。不仅这个月工资1分不扣，昨天王博受了惊吓，算工伤，我个人再批500块钱营养费。我赶到市第一人民医院时，我爸的手术已经安排在了下午。医生说，虽然是横突骨折，但好在没有伤及神经，只要做一个微创手术，再加上后续卧床静养，基本不会留下后遗症。妈，手术费、住院费我都交齐了，我还去护工站请了一位专业的男护工，24小时陪步。您年纪也大了，这几天搭把手就行。小晴，你别花这冤枉钱，我都问过了，用国产药和进口药能差大几千呢。我不用护工，我这儿有几千块钱私房钱，等我出院了我就还你。爸，我有钱。爸，这笔钱我走的是我的职工医疗保险余额，加上我给自己预留的家庭备用金，这是我作为女儿应当承担的赡养义务。您不用觉得内疚，更不需要还。但我得把丑话说在前面，我愿意花几万块钱给您治病，是因为您是我父亲，我不能看着您受苦，这是我的底线，也是我的责任。但这并不代表我重新成为了这个家可以无限套支的信用卡。以后谁生病了，我出钱治；家里没米下锅了，我买。但如果王博还要搞什么虚无缥缈的创业，或者您再以什么荒唐的理由让我拿出1半的工资，我依然会像上次那样1分钱都不会给。就在我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发火时，他接下来的反应却让我瞬间湿了眼眶。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个固执暴躁的男人流下眼泪。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用父权逼迫我拿钱的工头，而是一个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女儿深沉而理性的爱的老父亲。他终于明白，我拒绝被吸血不是因为我冷血无情，而是因为我比谁都更希望这个家能用健康理性的方式站立起来。青青，爸以前真是老糊涂了啊！
爸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这么多年的委屈。以后，爸听你的，家里都听你的。我知道，原生家庭的裂痕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完全愈合，但在这一刻，那些横亘在我们父女之间多年的坚冰，终于开始慢慢融化。这场由68万引起的狂风暴雨，终于彻底洗刷掉了这个家庭的陈规陋习，迎来了真正的重建。姐，我转正了。离开那个违规的物流站后，他去了一家正规的大型仓储中心应聘。他从最基层的理货员做起，这半年吃了不少苦。好。看着他那张写满自豪的脸，我忍不住笑了。但他接下来的举动却让我意外地发现，这个曾经的巨婴竟然真的长大了。高息借款我还清了，爸的理疗费这个月也是我交的。路过商场，看这支口红颜色适合你，就买了，是用我自己的钱。以前总想走捷径，现在才懂，自己挣的钱花着才踏实。腰椎微创手术非常成功，后续好好休养，做理疗，走路没问题，就是重活不能再干了。太好了，爸没事就好。谢天谢地，总算放心了。我也该歇歇了，以后不折腾了。这块五花肉，再便宜点呗。行，给你按老熟人价。你去歇着吧，我来就好。好。小晴，这个给你，算是爸给你补的嫁妆。这是我最后那点私房钱买的。以前爸手里有钱，总想着给你弟攒着，从没想过给你买点什么。你现在什么都不缺，但这金子保值，你留着戴。谢谢爸，我很喜欢。好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这鱼就得刚出锅就淋热油，那才叫一个香。爸不对，我觉得要放凉一会儿再淋最好。你爸和你弟现在可勤快了，我反倒成了闲人。姐，第一杯酒敬你。要不是你那68万的教训，加上后来带我去交警队撑腰，我可能还是烂泥。你没给我钱，但教了我怎么活得像个人。干得不错，继续保持。小晴，爸以前偏心糊涂，现在看明白了，儿女能自食其力，一家人健康吃饭，就是福气。爸敬你。新年快乐。喂，哪位？哼，王小晴，以为68万追回去了就万事大吉了。告诉你，最近给我小心点儿。警察同志，我要报案。我收到骚扰电话和骚扰短信，而且下班路上总觉得有人跟着。别慌，你先取证，我们给你立案。不管背后是谁，我都要揪出他来。
小晴，我联系不上你弟弟了，他昨晚就没回家，手机也关机，你说他会去哪儿了？妈，别担心，我联系他同事问问。你好，我是王博的姐姐，他昨晚没回家，请问他有说过他去哪儿了吗？王博吗？昨天我看见他跟着一伙人上车后就没回来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了，再见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对了，我手机有他的定位，我给你手机安装了一个家庭成员实时定位软件，你可别卸载了啊。妈，别担心，我手机上有王博的实时定位，我看看，废弃工厂位置。喂，王警官吗？我是王小晴，昨天跟你报过短信案的，我弟弟不见了，他手机上有我之前安装的家庭成员实时定位，我发给你。妈，你安心在家待着，我一定把弟弟平安带回。好，好。让你姐把那份审计举报材料撤了，不然要你好看。我不知道什么举报材料。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等会儿再来，再不说，哼！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嘘，小声点，我来救你。姐，不行，你快走，太危险了。放心，我报警了，警察很快就来，我先给你解开。走啊！我看你们往哪儿走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你别乱来。那我就先解决你们。跑！姐，没事吧？跑啊！再跑啊！我没事，警察马上就来。你们现在停手还来得及，否则不仅是绑架，还有蓄意伤人，够你们把牢底坐穿。警察，放下武器！68万的事过去那么久了，他们真的是因为这儿盯上我的吗？王小姐，经过我们审讯核实，这伙人背后牵扯更大的犯罪团伙，后续可能需要你配合我们调查。好，警官，我会配合的。你们可以先回去了。这件事果然没那么简单，我一定要调查出背后的人，不能再让我的家人置于险境。姐，对不起，都怪我连累了你。说什么呢？不怪你，伯伯，别怕，他们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的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好，回家。爸妈，伯伯，放心吧，我会保护你们的。查到了。小周，帮我个忙。怎么了？帮我查清这些账户的最终收款方。我等会儿发你。小晴，这可是玩火，可能会把你牵扯进去的。你确定要查？我早已深陷火海，若不将眼前的火扑灭，便只能葬身于此。
是他。我要收集更多证据，做好与他正面对峙的准备。你看完了吧？打算怎么做？把这些资料整理一下，交给公司合规部。是个陌生号码。喂，王小晴，别多管闲事，把手头的东西交出来，否则你和你弟弟都别想好过。我要实名举报，本所合伙人涉嫌参与非法活动，具体的请看这些文件。没想到他居然敢直接出现，还好我提前报了警。小晴，有什么话我们关起门来说。这个行业的水有多深，你根本不懂。你现在回头，我可以给你一笔钱，让你出国深造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你觉得我是为了钱吗？如果我想要钱，当初那68万。我大可以留着挥霍，而不是用来买我的尊严。不许动！警察，我们接到举报并掌握确凿证据，你因涉嫌重大经济犯罪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。现在跟我们走一趟。王警官，我已经查实前段时间我弟弟案件的幕后人员，并且收集到了对应的犯罪证据。麻烦你们过来我公司一趟。爸妈，伯伯，我回来了，可算回来了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啊。姐，我们都知道了，你真帅，回来就好。往后要是再有人敢欺负咱们就报警，按照规矩来。总算又能恢复往日的平静了。红烧肉来了。家里现在虽然没那么多钱，但心里踏实多了。王博，你升职这1个月干得不错，仓库差错率直接降了30%，第一笔奖金应该到账了吧？谢谢刘经理，昨天刚到。拿到奖金，是不是打算换个新手机，或者出去旅游放松一下？我打算用它做一件我姐和我爸妈绝对都想不到的大事。姐，买商业保险是我自己想到的。上次出事我才知道，意外真的说来就来。我得给爸妈、给你，还有给自己买一份保障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很高兴。你再也不是从前那个莽撞的样子了。小晴，医生说我身体恢复得不错，我想去报名社区老年大学的书法课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爸，去吧，我支持你。
姐，你还记得68万的事儿吗？那时的你，看起来真的很决绝。当然记得。要是没有那场68万的狂风暴雨，我可能永远也不会长大。你可能永远会被我们困在那个牢笼里。你们姐弟聊什么呢？洗洗手，准备开饭了。新年快乐！我去开门。老王，我是来拜年的，进来吧。哎哎，好了，也快到饭点了，我先回去了，就不打扰你们了。老赵，吃顿便饭再走。是啊，赵叔。不用了，我老伴儿等着我了。赵叔，慢走。爸妈，伯伯，出来看烟花了。